好，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印巴會不會再度開戰呢？好，原因就是因為印度這時候提出要計劃對於巴基斯坦做斷水的一個行為，巴基斯坦就嗆印度了，說你敢這樣做，這個等同於戰爭的行為啊。那為什麼莫迪要這樣做呢？難道皮癢了嗎？巴鐵呢？我們來看到他祭出了，包括他買了殲35，還有紅旗19。現在說會不會中國的軍武迎來第2場的封神之戰呢？印巴有沒有可能再起衝突？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留言。如果您認為有可能，可以留言寫1；如果您覺得不會，留言寫2。這一次印巴再度槓上的關鍵，不再是克什米爾，像是去年的這一場致命的危機，而是水資源。因為呢，印度的水利部最新公開強調，他現在呢正在按照印度總理莫迪他的戰略說呢，未來幾年內不會讓任何一滴水流入巴基斯坦。於是呢，印度呢，我們就可以看到他開始現在在當地自己建築這些大型的水壩之外，他們也開始把他們的水壩的這個流域啊，改变他們河川的流向，不再流到巴基斯坦。那麼巴國的總統聽到之後非常的憤怒，他譴責印度企圖將水資源給武器化，也嚴厲的警告了說呢，這個水資源是攸關巴國數億人口的生計，還有農業的發展的。如果你印度真的敢做斷水的話，等同於是一個戰爭行為。我們稍微回顧一下呢，其實印巴之前的衝突是在去年5月份發生的，當時印度跟巴基斯坦因為克什米爾爆發了一場戰爭，現在會不會又因為水資源的爭議，讓印巴關係再度的亮起紅燈呢？有沒有可能再度爆發戰爭？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如果印度真的是不讓任何一滴水流進巴基斯坦的話，絕对會是引禍上身，保證會發生戰爭。因為巴基斯坦主要的水資源是從印度這邊流進來的，它牽涉到上億人的生計的問題。沒有一個國家說我今天的水都被你斷了以後，然後我只是表達外交抗議啊，或者跟你發生所謂的這個軍事上的小規模的衝突，不會，他一定會把水壩炸掉。而且以印度的施工的技術跟能力啊，炸掉印度的水壩難度並不大啊。還有另外一個狀況就是，不要忘了巴基斯坦有核武器，戰術性的核武器都有，那更何況有其他的這種導彈，尤其是中遠程的導彈都有。所以我個人的推斷啊，就是說如果莫迪真的幹得這麼絕，把水壩蓋起來了，成功了，完成了。然後把水都關起來，不給巴基斯坦的話，那我個人認為，印巴的戰爭絕對會發生。而優先的目標就是先把這個水壩炸掉。這個水壩一旦被炸掉啊，我個人覺得這個對於印度本身下游的人來講，絕對是一個滅頂之災啊。所以印度不要玩火玩得太高，這第一個。第二個，印度的施工能力跟豆腐渣工程是有名的。所以炸它的難度並不高，所以我個人覺得印度在這個部分裡面玩太多了啊。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國際之間的譴責聲音會很大，因為這牽涉到人道主義的問題，牽涉到人權的問題。印度如果說直接斷巴基斯坦人的生命的話，那全世界沒有人會站在印度這邊，一定會譴責印度，所以印度在國際上絕對會被孤立，所以周邊的國家支持巴基斯坦去對印度動手，都變成有正當性了，啊，所以我個人覺得，莫迪只是透過這個動作，透過斷斷開開的方法，形成一個籌碼，用這個籌碼來跟巴基斯坦談判，來威脅勒索巴基斯坦，所以應該是一種談判的籌碼，而不是他真的敢斷。好，真的斷的話，就代表現在印度啊，尤其是這個莫迪玩火玩過頭了，有沒有可能爆發下一場戰爭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其實呢，兩邊呢雙方早就已經對雙方互看不滿了。從去年大家還記得當時的這個印巴空戰之後呢，一度是平息了一陣子，但是後來呢，會不會又因為這一起這個有關於
於水資源的事件在引發戰爭。我們要來看，其實去年的印巴空戰可以說呢，在於巴基斯坦的部分哦，它有一個非常好的戰果，靠着殲10 C1擊落了6架印度的戰機，包括了法制的飆風哦，讓中國軍武這個大出風頭。所以呢，其實在這一場空戰結束之後，我們看到巴基斯坦持續向中國大陸引進更多的武器，目前是超過80%都是大陸的武器。我們先來看一下細節，先看是巴基斯坦的向中國購買的武器，然後等一下我們來看印度，則是主要跟美國、跟法國、跟俄羅斯購買武器。那双方這個武器做比拼，到底哪一個體系比較強呢？好，我們先來看到巴基斯坦購買的中國武器部分，40架的歼35、紅旗19、空警500。空軍的預警機，還有直10，還有高速的反艦飛彈。再來看到印度方面，添購了包括法國的飆風114架，還有 MQ9死神無人機31架，海神偵察機跟防空系統等等，有沒有可能真的再打起來？那這一次打起來會不會跟印巴空戰一樣，巴基斯坦又大勝呢？酈將軍怎麼看？如果說两个再打起来，我認為巴基斯坦還是碾壓式的可以戰勝印度。這個幾個理由。第一個，這次去年的武器空戰裡面，我感覺到印度從中沒有學習到任何一點教訓，還是很天真浪漫的把戰爭當作不當一回事，而沒有從中去檢討改進他的做法。譬如說，第一點去年的這個武器空戰，很明顯的，你的這種法國的飆風戰機就是被殲10 C 的這個 PD-15導彈擊落嘛，在200公里之外擊落。那你現在繼續去買法國的飆風戰機，那但是我們反觀巴基斯坦它已經進階成，如果說是殲35A 的話，那它等於用5代戰機打你的飆風戰機，那更是輕而易舉它原來的殲10 C 就可以擊落你了。那如果說再加上殲35，是不是在空中戰力上面又勝你一籌？更何況聽說這次巴基斯坦買的不只是 PD-15導彈，甚至於還買了這 PD-17射程超過4000公里的這個導彈第二個，我們來比較就是空中的這種預警機。去年武器空戰，巴基斯坦用的只是解放軍舊款的 ZDK 類型的預警機大家很明顯看出來，它上面有一根平衡木，是一根棍子一樣在機背上面。那現在如果它引進是空警500的話，它的偵收距離可以更遠，它那個大的這種雷達，是用氮化鎵雷達，偵收距離到500-600公里之外，可以同時鎖定這個上百個目標然後也可以做空射逼倒，這是第二個。那你現在來講的話，如果說這個我們沒看到印度在這個預警機方面有任何長進，那第三個這個紅旗19它本身就是比照愛國者3的這型的防空導彈，等於替印度裝上一層防護衣但是去年這個印度用的這種 S-400防空導彈，它已經被擊中了嘛，被 CM-400那款導彈擊中。那莫迪我還記得，他為了騙人，他還特別到那個導彈的陣地那裡去說，我們沒有被打到那誰曉得你被打中？那傳說中是被擊中的。但是我覺得這個是1對1的來比較，但是重點是有時候1+1+1不是等於3，這個巴基斯坦會大於3，但是印度1+1+1到最後它是小於2的。為什麼我這樣講呢？因為你看巴基斯坦，我剛剛介紹的各種武器系統，它全部都是中置的，也就是說我中置系統我可以全部鏈接在一起，資訊這個可以共享，然後這個訊息可以共用比如說我的紅旗19的這個雷達，地面的雷達，我發現到敵機之後，我可以通知這個空警600升空。空警600升空之後，我偵受到的這種敵機的訊息可以傳給殲10 C 或者是殲35發射導彈之後，用空警600來做 A 射逼倒，它整個形成一個體系。但是反觀印度，我現在數給大家看，飆風戰機是法國的，然後這個 MQ9是美國的P-81海神號也是美軍的 ，S-400是俄羅斯的。那你想想看，這幾個國家，他們可能把他們武器的核心相關的數據提供給另外一個國家嗎？我覺得不可能。也就是說，各種戰機是各自單打獨鬥。去年武器空戰
就是如此。法國的標空戰機它就沒有辦法收到 S-400給它的訊號，就是各武器是單打獨鬥。所以印度這種1+1+1到最後它一定是小於3的，因為彼此互相可能牽制，互相還搞不清楚對方在做什麼。但是反觀巴基斯坦，它這些都中置的，那當1+1+1，它一定是大於3哈。所以我覺得在這種狀況之下，如果說印度貿然的在跟巴基斯坦開戰，就軍事層級來講的話，巴基斯坦還是絕對有碾壓印度的軍事實力。好，就在這個印巴，我們來講這個，如果以它的這個軍事實力來講的話，似乎呢，上次的印巴空戰是完全沒有學到任何的經驗哦。巴基斯坦現在持續的擴大中國制的武器，那建立體系化作戰。那印度的話，則是還是持續的使用雜牌，各國都有自己的體系做單打獨鬥。那如果說為什麼來看一下莫迪非要打這場仗嗎？原因是不是因為它來自於國內的政治壓力太大？因為現在來自於內部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包括說印度現在面臨極端氣候，當地的能源相當的不足夠，這是對於莫迪來說非常大的一個問題。還有大家對於他美伊戰事當中處理的態度也感到不滿，他會不會想要分散注意力？所以呢，用水資源來做一個話題。楊老師怎麼解讀？我從3個層面哈。從能源導引的印度經濟的危機，第二個是從天氣導引的，就是用水資源來去挑起跟巴基斯坦的對抗。那第3個呢，就是印度的外交現在逐漸更加的孤立跟失利，尤其跟巴基斯坦在最近伊朗的事件當中的角色做對比。能源戰爭一打起來，結果對印度的影響是很大的，所以它的通膨啊，它的庫存、它的戰略儲備原油都跟其他國家相比是差很多，所以它立即對它的經濟、對它的通膨的反應很直接、很快速，而且是越貧困的地方衝擊越大，這已經顯現。那然後呢，印度的這個盧比啊，它在戰前的時候是91塊哦對美元，那現在呢來到了96.5塊，那據說很快會到100塊，那所以你看到它的這個就是等於貨幣的貶值啊，現在變得非常嚴重。那同時最近就是有一個投資案，就看到這個能源的缺陷，這個投資案來到230億美元撤資了。那過去這幾個月，就是從第1季到第2季啊，印度進來的 FDI 是遠少於準備要離開撤資的。我講的不是股市匯市上啊，而是真的 FDI， 也就是直接的這個投資，那甚至準備投資規劃了還撤資，那就是因為能源上以及整個匯率上跟經濟上的問題，這些外商看到這個印度現在這個階段不是一個好的投資的標的。那天氣呢？那不得了，印度的5月現在據說新德里平均溫度是40到45度，有些地方還高到有50度。我都難以想象50度的這種氣候哈。那50度的氣候，各位，印度整個全有多少人口？14億人口，對不對？你知道它有多少台冷氣機？9200萬台冷氣機。哦，9200萬聽起來很多，但它有14億人口哎。哦，你去算一算，多少人有一台？當然，我去過印度4次，好，那都很小心，但最後一次還是生病了。但是呢，這個環境哦，真的是就是說基礎建設很差。它到了下午的時候都會停電個1-2次。那你現在能源缺乏的時候啊，那個停電的頻率更高更嚴重。那所以人民就非常的，就是說在天氣又炎熱，然後又缺乏就是好的經濟的支撐。那其實人民的抱怨越來越高。那同時呢，印度總理莫迪就開始在轉移啦，搞這個民粹，就針對穆斯林。各位知道，印度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第2大的國家呀，僅次於印尼，因為它有將近2億的穆斯林。可是它通過一個法律啊，這個法律對穆斯林的這個捐獻啊、土地啊，採取一些很嚴格的限制。從去年到現在就一直不斷的抗議，所以他用這種壓迫穆斯林的方式來去激起他的支持者、印度教支持者的支持，來去移轉經濟上、天氣上、能源上。還有最後一個外交上，那川普不喜歡印度，現在眾所皆知了。然後呢，巴基斯坦在這一次的美伊戰爭扮演多重要的角色，似乎南亞
大國不再是印度了，而是巴基斯坦了。所以莫迪的這種對內其實是有一點高壓，然後呢又有一點移轉民粹，那對外呢又不斷挑事兒。你看這個水資源，這是不可思議的，怎麼可能不給下游的？對哦，那這個東西一定會出現戰爭的，那全世界都不可能接受。所以他用這種方式來去逃避他現在對他的政治上、經濟上的壓力。可是這樣做對這個國家是好嗎？印度一度大家都以為是這個未來的崛起的希望，這樣子再搞下去的話，真的會很嚴重的問題。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